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软件公司 OneStream 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， 募资约 4.9 亿美元，其股价周三收于 26.55 美元，上涨 33%。这标志着今年美国最大规模的 IPO 一周拉开序幕。让我们关注卡马拉·哈里斯获得足够支持，有望成为民主党11月5日大选的候选人。国债收益率的细微变化反映了交易员对哈里斯获胜的信心，这些变化被视为衡量白宫竞选的晴雨表。下一条，科技股周三遭受重创，原因是 Alphabet 和特斯拉的疲软收益引发了人们对科技巨头推动收益的忧虑。接下来 Chipotle 业绩强劲，收入、收益和同店销售额均超预期。尽管餐厅行业面临谨慎的消费者，同店销售额增长 11.1%，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 9.23%， 客流量增长 8%。 接下来，受 Alphabet 财报低于预期和特斯拉 AI 计划细节缺失影响，纳斯达克100指数大跌，科技股大幅抛售，市值蒸发1万亿美元，因投资者质疑巨额人工智能投资何时才能见效。下一条，特斯拉公布业绩，第二季度营收超预期，利润低于预期。公司表示将继续生产新车，包括更便宜的电动汽车。特斯拉股价周三下跌超过 12%， 今年迄今已下跌超过 13%。 接下来这条，波音因欺诈指控认罪，承认向 FAA 提供误导性信息，导致2架737 MAX 飞机坠毁，造成346人死亡。该认罪协议规定，波音罚款 2.436 亿美元，接受独立合规监控和3年缓刑。下一条，预计美联储将在11月选举前不到2个月的9月降息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·克鲁格曼认为，9月降息对选举影响不大，因为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滞后影响。美联储最早可能在下周降息，但市场确信美联储将从9月开始降息周期，预计2个月内降息的可能性接近 100%。 接下来这条，美股大跌，恐慌指数飙升至3个月高点，期权交易量大增，但策略师认为市场尚未出现恐慌迹象。随着市场波动加剧，一些投资者寻求投资组合保护，而另一些投资者则认为波动性将很快平息。下面这条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失去 NBA 关键媒体版权，导致股价下跌。亚马逊以19亿美元获得流媒体版权，康卡斯特以25亿美元获得广播版权，迪士尼以26亿美元续约。NBA 媒体版权总价值达770亿美元。让我们关注 SK 海力士季度收入翻倍，今年资本支出可能超过此前计划，提振对2024年人工智能硬件支出全球热潮将持续的预期。接下来这条，澳新银行因债券交易部门的不当行为指控而停职并解雇多名交易员，并进行管理层变动。银行已聘请外部顾问调查此事，并面临有关出售政府债券不当行为的调查。让我们关注加拿大法庭终止 Bitfarms 阻挠 Riot 收购的毒丸计划。下面这条，货运公司 Covenant Logistics 收入同比增长 4.7%， 调整后每股收益小幅下降 2.8%， 但仍超预期。拖车每周货运收入增长 1% 至5726美元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受人工智能投资退潮影响，亚洲股市下挫， Nasdaq 100指数下跌 3.7%， 原因是科技巨头支出增加。重创收入，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，反映出套利交易的逐步减少。美债收益率曲线变陡，因市场压住美联储即将降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